别着急，咱再等等，没准路上堵车呢，应该快到了啊。小哥，哎，没事，坐这边。哎，李秘书，你这，依然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咱们这你带李秘书来干嘛呀？啊？哎，不是你们现在不是你什么关系啊？看不出来吗？你有病吧你！谭少宇，你们俩不合适。哪儿不合适啊？李密年轻漂亮，在事业上也能帮助我，我想不出哪儿不合适啊。这是你的决定？那谁的决定啊？我什么性格你不清楚吗？我自己不做决定，谁能比我呀？啊，林天乐。那你那天跟我求婚的时候，说的话、做的事都是假的吗？你跟我说，你再也不会离开我跟依恋了，你会一辈子都留在我们身边的。是真的，但只是那个时候是真的。人嘛，有的时候会冲动啊，会说出一些没有想清楚的话嘛。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，也不要记得太深，忘了吧。一句不要介意，这一切都解释了吗？你干嘛这么固执啊？很多事都要解释吗？那天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再来烦我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依然，求你了，依然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你别太过分，我告诉你，谭少宇，你干嘛呀？干嘛呀，林天乐？现在选中你了啊？英雄救美？哦，对了，我忘告诉你了，李密，以前就是因为我，他们两个没机会在一起。现在我撤了，你有机会了，你有位置，你们可以在一起了。不对，还有个美兰妮嘛。天哪，林天乐，你都想霸占啊？美兰妮、依然你都要，左拥右抱，有艳福。少宇，你好好说话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，谭少宇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你别侮辱我朋友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伤害我不要紧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，依恋要是知道了，他该多难受啊！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才刚刚跟她相认，你怎么舍得呢？亲生女儿，我有什么舍不得呀？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，这事儿我没推敲过呀。做个 DNA 吗？做个亲子鉴定吗？你说依恋是我的女儿就是我女儿，那我还在想呢，有没有是这种可能？你跟其他人生了这个孩子，让我当冤大头来养，有没有这可能啊？田乐，你说啊？告诉你，你不就是一混蛋！依然，谭总，你没事。你回家吧。这个我不能生。今天，谢谢你跟我演这出戏，演得很好。这你拿着。谭总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，但是我觉得依然是个好女孩。我跟她相处过，我明白，你应该好好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。这钱我不能收，我先回去了。
怎么样？睡了？哦。太不像话了，真是！你今天那拳给他太好了，要过去啪啪两嘴巴，我让他看看自己说什么混蛋话呢？啊！不是以前别人跟我说呀，我还不相信，还老帮他解释。这回我算是信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他当着依然的面能说出那些话来，你说这么多年哥们儿，我怎么就能看错了他了呢？现在看依然这样多难受。咱们算是看着他们重逢，消除误会，重新在一块儿，现在又到这个地步。我告诉你，谭少宇这个人极不负责任，完全想一出是一出，由着自己性子来，是不是？我这回啊，也算是看透他了。哎，当着依然的面就跟那什么李密啊，就那么亲热，咱就不说了。他居然说这依恋不是他亲生的，你说多混蛋呢？哎呀，我天！行了，别想了。现在依然也算是看清楚了。难受归难受，也不会伤害自己。咱们也都别想了，过去的都过去啊，都有好，别烦了。你说我能不烦吗？哎，这依然跟谭少宇这出事不说吧，这夏丹又闹着跟这爱宝要分手，你说这最近都怎么了？这是？他们俩又怎么了呀？我还不知道呢。这爱宝不在医院呢吗？我觉着我得找这夏丹好好问问去。我陪你一块儿吧。你就别去了，你在家呀。好好看着他吧，他这心情肯定特别不好，我怕他出什么事儿。那边呢，我跟磊磊去就行了啊。行。哎，你也劝劝夏丹啊。是。哎，该讲的道理也讲完了，该说的也说通了，该跟你妈说明白了也说明白了。你说你现在摆这么张脸给我们，你。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不是，李爱宝同志，你要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需要，您说出来行吗？你不说出来，我们哪猜得着啊？啊？夏丹，这个呢，我们只能说帮你尽力，想想办法，行吗？小丹，我是天乐，有几句话呢，想对你说一说。你对着普通人都能时刻报以微笑，对一个你爱的，并且是你爱过的人，用得着这么绝情吗？爱宝为了你，现在躺在病床上，腿都断着呢。我就希望你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去看望一下他，然后你们之前有什么话，尽管说清楚了，兴许呢，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别扭了。然后，你们感情的事儿呢，归你们感情的事儿，这也不妨碍嘛。既然已经结束了，我希望结束得彻彻底底。我还有自己的生活，也不想他沉溺在过去。就告诉他，我是一个忘恩负义、见异思迁、不念旧情的坏女人。让他彻底的忘了我吧。
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相信你也听明白了，就是爱宝吧，想见你一面。我们俩之所以呢把你从这咖啡厅里叫出来，主要担心你弟弟，怕你弟弟那暴脾气说不通。不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不要跟我们交流一下啊？小丹，你看啊，你平时对于陌生人，你都能抱有一个温柔的微笑，为什么现在对爱宝不行呢？何况爱宝是你以前爱过的一个人，咱不能这么残酷吧？啊？不是，他不是这意思啊，他这情绪有点激动。你说，毕竟兄弟受了伤是吧？其实呢，我们想的很简单，就是你呢能以这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去看他一次，然后你们中间有什么没说完的话，把它说清楚了，兴许他就不能像现在这么拧巴，是吧？然后你们感情的事儿呢，归你们感情的事儿，这也都不妨碍，是吧？对。不是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明白。哎，那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？我追过去问问。你问什么呀？问？哎，我发现这不说话是真急人啊！行吧，回去吧。是啊，回去吧。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他都不愿意来看看我。他没说不来，但是吧，也没说来。要不这样，你呀就是安心养病，把你这伤养好了，你自己去看他去，好不好？啊。你说这么恩爱的一对儿，他都走不到一块儿。是啊，你说最近都怎么了？个个都不顺。哎呦，干什么呀你啊？学晶晶啊？哪儿呢？进去了，那边。不是，薛晶晶来医院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看错了吧？不可能，我还能看错薛晶晶？这。喝点水吧。好了，该走了。明天不是还有课吗？没事的，我让我妈先回去了，今天我来照顾你。哎呀，我这病啊，哎呀，这样拖下去啊，我宁可早一点了断，算了。说什么呢，爸？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。哎呀，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，多拖累你呀。你们这个年龄啊，应该是好好上课，好好恋爱。你看，上次本该跟你结婚的那个男孩，你们说什么感情不合适？我知道，都是我这个病情恶化，还有那个10万块钱。爸，
10万块钱我会还上的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咱们好好养病啊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心疼你呀，这么苦，还要打这么多份的工。哎，干嘛呀你？放开我！干嘛呀你要？我去跟他道歉去。道什么歉？你现在进去道歉去？你认识人家爸爸吗？啊？你知道人爸爸得什么病吗？啊？你知道徐晶晶跟着照他爸照多长时间了吗？你就瞎进去？道什么歉？道歉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跟他道歉去。我误会人家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知道他有多难吗？啊？我不管。反正我想清了，我必须要跟他道歉去，哪怕他不理解我，我跪在那儿让他抽我嘴巴子也好，直到他理解我为止，直到他原谅我为止，我就要跟他道歉去。你神经病吧你！你进去给人跪下，然后抽自己嘴巴子自残，你不有毛病吗你？啊？你呀，听我的啊，冷静行不行？先冷静了好不好？你现在进去，你说你跟人说什么呀？啊？冷静了，冷静。该怎么办呀？你甭管怎么办，你先得冷静了，搞清这件事情来龙去脉，咱再说怎么办，好不好啊？冷静冷静，大不了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行了，想清楚了，明天来，想清楚了啊，不着急啊。晶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我说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，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不是，晶晶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不接受道歉，放手！我不放手。晶晶，是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恨我自己，我恨不能自己把我自己都抽一顿。我知道是我的错，要不你打我，骂我也行，但我求求你，千万别离开我好吗？磊磊，你先松手。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？如果你是我的话，我这么怀疑你，你会怎么想？我薛晶晶在你眼里就这么肮脏？不是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行吗？你有什么难处，你跟我说，咱们一块儿解决呀。我为什么不告诉你？因为我怕你担心，我怕连累你。不是。我说，我爸得了很严重的肝病，医生说需要10万块钱的医疗费。我们家为了供我上学，已经穷得叮当响了。我不知道我从哪儿能弄到这笔钱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去跟别人相亲，就是为了拿到这笔彩礼钱，给我爸治病。后来婚礼吹了，人家让我还钱，我还不出来，我只能自己拼命的赚钱，打工。晶晶，我也不知道你这么难啊！我要早知道你这么难的话，我肯定会想办法跟你一块儿解决，不是？对不起，晶晶，是我错了，我误会你了。我爱你，晶晶。我真的爱你，特别的爱。咱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吗？从现在开始，咱俩重新开始，不再有任何隔阂。
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就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好吗？来了，你爸怎么样？稳定一些了。静静，我觉着有件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解释清楚，我要不说的话，我这心里边难受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以前有个相亲对象叫李爱宝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我哥们儿，从第一次跟你见面也是他安排的，让我帮着报复你来着。但是我发誓啊，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，我已经喜欢上你了，后面对你也都是真心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说吧，你接近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，是吗？我没想报复你，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，我就觉着你根本不是李爱宝说的那种人，你们这中间吧，他肯定有什么误会。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上你了，也是真心喜欢你了。不管李爱宝跟我说什么，我都决定我要好好的跟你在一起，好好的对你，真心的跟你在一起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真的得相信我，要不然我跳进黄浦江我都洗不清了。跳吧，你跳了我就信。不是，我跳没关系，关键你得信我。跳我就信。我跳了，我真跳了。跳啊！我不能跳，我得将功赎罪，我得把咱爸的治疗的费用挣出来，我再跳。你放心，磊磊堂堂7尺男儿，我说到做到。等把你爸的钱凑够了，我跳100回都行。相信我。静静，你什么呀？我说呀！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啊？有，我爱你。我没听见。我爱你。我没听清。我真的爱你。哎，又在这儿瞎写什么呢？啊！这大喜的日子，我必须得给他记下来啊！这什么日子呀？啊！我跟薛晶晶和好了。啊！你跟人家道歉了啊？啊！而且我还把爱宝的事儿也跟他说清楚了。这你跟人说什么呀？人什么反应啊？反正我都跟他说清楚了嘛。我说从第一次见他开始，我就不信他是李爱宝说那人。后来对他的喜欢也都是发自内心的，没有其他目的。就这样。那你俩这算是修得正果。哎呦，那我得好好的恭喜恭喜你啊！谢谢。不过这事儿，天乐哥还真得好好的谢谢你。你说要不是你在背后这么支持我，我俩走不到今天这步。谢谢。哎，还有天乐哥，我跟薛晶晶商量了一下，
我俩准备要去云南支教。吓我一跳！我以为你想跟我说你们俩要结婚呢，去云南是吧？啊，什么时候去啊？等他爸病好了吧，我们就去。行，我呀提前先祝福你两个永远幸福美满甜蜜啊！谢谢。我先接个电话、啊。你接。哎，奶奶，怎么了？我在店里呢。出什么事了？严重吗？好，我这就过来。怎么了？我爸住院了。哎呀，你别转来转去了，我都让你给转晕了。奶奶，哎呦，天乐，你看，不是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突发心脏病，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，这不马上就送医院了吗？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？他心脏本来就不好，最近公司事儿又多，有几个单子出了问题，他一着急，这不，哎呀，就成这样了。你们谁是林茂华的家属？我们都是。好，那你们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哎，你去吧。哎，好。B 超显示，患者的心脏功能严重衰竭。如果患者的心血管狭窄程度在75%以内，那么可以用药物治疗。但是现在他已经达到80%，所以必须马上做心脏搭桥手术。心脏搭桥手术听着挺可怕的，医生。其实，这种手术已经是一个常规手术了，学名叫冠状血管搭桥术。也就是说，在患者冠状动脉狭窄部位近端和远端建立起一个通道，使近处的血液呢绕过狭窄部位，达到远端，从而呢改变远端心肌供血不足的现状。如果手术成功，可以大大的缓解患者的心绞痛，从而呢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保持生命。那这个手术不会有问题吧？任何一个手术都会有风险，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那成功率有多少啊？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正常的情况下一般在90%，但是这个患者他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他年岁比较大，又有心脏病史，心肺功能也比较弱，心衰趋势严重，所以风险会更大。那像这种情况，成功率有多少？50%吧。50%？那这个成功率这么低，我们怎么敢做呀？如果不做，成功率只有0%。行，奶奶，那我们做。如果我们做的话，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手术啊？我们会尽快安排。这样，你们呢，现在在上面签个字。天乐，
有些话我想跟你说。说吧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要想跟我说遗产的事儿呢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这个心情。反正你要想怎么样呢，都可以。你的事儿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我一猜你就会这么说。今天这个事儿也挺突然的。你爸爸这几天就觉得身体不适，所以我劝他赶紧到医院来。他不愿意，他说年纪大了，最不愿意的就是去医院检查。哎，他上次来找你，是不是让你替他接管公司？对，他找过我，没同意。我建议他呢，就找你。而且你不是一直在乎林太太这个位置吗？一直以来，我也以为我在乎这个位置，在乎他林太太这个称号。我跟林茂华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充其量跟他只是搭伙过日子。可是直到今天，他突然昏倒了，躺在医院里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跟他之间并不是搭伙过日子这么简单。我看他躺在病床上，眼睛闭着，我就特别害怕，害怕他就这么没了。我连最后一句话都没能跟他说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不要这个身份，不要这个位置，只要我的丈夫健康。天乐，这么多年了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就一直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就一直在争，直到现在，我肚子里有了孩子，我更加无法停止，因为我要给我肚子里孩子争取的更多，但是我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。林茂华是我的丈夫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一离开他，会让他特别痛苦。本来我可以改变这些，但是由于我太自私了，我没有去改变。天乐，其实当年那场车祸，你爸爸并不是没有救你妈妈，而是当时车身最重的一块车板，同时压着你跟你妈妈，他只能有一个选择。当时的痛苦你可想而知，你妈妈当时伤得特别严重，她在几近昏迷的时候，求着你爸爸救你。你说是我妈让我爸救我？
让自己在妻子和孩子中间做一个选择。当时的痛苦，你可想而知。后来，他在最低潮的时候遇到我，而我当时只是一个22岁，刚从外地来上海的小姑娘。我当时需要一个家，一个安稳，让我有安全感的家。天乐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我有一天会把这些事告诉你。如果不是他病了，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但是，而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特别的痛。我也不知道的。能不能熬过去了？天乐，他就要做手术了，你们俩能不能把这个坎儿过去？你知道吗？你的和解能给他特别大的信心。求你了。在家呀，一天手机也不开机，我都快报警了呀！你这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爸心脏病犯了，住院了。那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呀！去过了，刚刚回来。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得做手术，可他年纪大了，风险也大。天乐，你现在必须把过去的事都放下。你爸一定很需要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毕竟是他的儿子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我今天才知道，我爸当年没有救我妈，是因为车体太重，压轴了我们两个人。我妈让他先救我。你现在更应该陪在他的身边呢。人的意志力可以增强他的求生本能，你现在去可以帮助增加他的意志力啊。我今天去看他，他闭着眼睛，人瘦了好多。我突然间意识到，我可能跟他相处不了几天了，也许连话都说不上。我现在想努力的回忆，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，我都想不起来。他等了我这么多年，让我原谅他，可是我连个微笑都没给过他。
过去犯的错误已经犯了，别让自己后悔。